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首先 respect 粗哥，因为在拿到智云写去的云鹤4E后，我才发现，其实早在一段时间以前，粗哥就已经清清楚楚地讲了一次关于智云写去云鹤4E的用法和感受。这对我后期在个人应用层面还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聊一款我在团队开机之外，个人用途上很实用的一款稳定器，一款价格亲民、具备多种拍摄创意功能，即使普通人也能轻易上手的稳定器——智云的云鹤4E。本期视频我会分为3个部分，第一点是云鹤4E的核心功能和优势，第二点是几种日常创意拍摄方法，第三点是一些可行性的拍摄建议。OK， 那我们现在来快速了解一下稳定器这个概念。稳定器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相机保持画面平稳不抖动的机械装置。想象一下，你手里拿着一部相机，在走动或者转身时，画面一定会跟着晃动，而安装了稳定器的相机就会像被云台拖住了一样，无论你怎么走动，画面都会自动保持水平与平稳。首先，云鹤4E支持最大 4.5 公斤的机身负载，几乎能兼容大多数的 APS-C 或全画幅无反相机加常规镜头的组合。但我也觉得这家伙应该也能撑得住我们的 Red 迅猛龙，我也在纠结要不要试试看。它的3轴丝幅电机可以自动补偿你的手抖，让你的镜头平稳滑动。这里提到的3轴指的是俯仰轴、横滚轴和航向轴。俯仰轴是上下旋转的轴线，横滚轴是左右倾斜的轴线，航向轴可以让机身围绕垂直方向转动。每个轴也单独配备了独立的锁定开关，收纳或切换模式时，只需按下锁钮就能把轴锁住，避免误碰带来的晃动。其次，云鹤4E采用一体化横竖拍的快装结构，无需更换底板就能完成横拍和竖拍的切换。因为横幅拍摄适合长视频，也适合去拍摄现在很火的电影感视频，竖拍则符合抖音、快手、Instagram、YouTube Short 等移动端的短视频需求。所以你只要把快装板逆时针旋转90度，就可以把相机从横屏变成竖屏，无需拆装任何配件，适合多平台创作者。最后，云鹤4E的电池续航表现，说实话有些超预期。查了以后才知道，内置了一块3000毫安时的锂电，一次充满大约需要2小时。官方宣称可以连续使用12小时左右，但据我了解，行业内除了纪录片组和连轴转的短剧剧组之外，没谁会连续使用稳定器到这个市场，所以供电无需过多担心。这里给大家分享4种极易落地的用云鹤4E就能完成的创意玩法。第一种是流畅的推拉镜头，跟焦与变焦同步。假设你在拍摄采访或者短片，需要平滑的从主角拉远到环境全景，或者从远景拉近到人物面部。这里要 Q 一个点出来，就是关于智云这个人体工学设计的醍醐万托。拿到后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可以把稳定器切换成双手持模式的。双手持意味着更稳定、更省力。OK， 说回来，你可以给镜头安装一个丝幅跟焦器，它会通过跟焦轮驱动镜头的对焦环或变焦环。拍摄时，把滚轮映射成变焦操作，轻轻拨动，镜头就会慢慢向远拉开或慢慢拉近。被摄主体始终保持在画面中心，而你只需要专注让稳定器保持水平，其他由丝幅跟焦器自动完成。知识点是，这里的变焦就是让镜头调整焦距，从而改变视角大小。跟焦就是保持主体对焦始终清晰。通俗的说，跟焦器就像一个自动对焦的小设备，你一点滚轮它就能转动镜头，不用手拧对焦环避免抖动。落地建议是，当我们使用一些风格化很棒的老镜头时，拍摄前配置好跟焦器与相机，把对焦模式切换到手动，再做几次空操作，直到跟焦器转动平滑后再开始拍摄。第二种形态是动态跟随的运动镜头，即运动跟随模式。开启云鹤4E的运动跟随，它会自动提升轴动力响应速度，让你在拍摄跑步、滑板等快速运动时，仍能保持人物处于画面中心且画面稳定。这里也要 Q 一个点出来，也是关于智云这个人体工学设计的醍醐加万托。
这个腕托卸力的功能在常规使用时只是一个相对舒适的体验，并没有足够省力的感觉。但在动态跟随的情况下，因为拍摄者需要大范围运动，所以核心手位的省力点的优势就很突出。OK， 话说回来，这里的跟随模式就像是云台实现某些轴按照你手持方向自动跟着转动，而运动模式是让电机对快速位移做出更灵敏的反应。通俗来说，就是你跑动时，稳定器在你转身或上下跳动时不会卡顿，让画面看起来更顺畅。这里的落地建议是，拍摄前把运动跟随模式设为高灵敏度，但避免太高导致过度晃动。跑动时尽量保持稳定器贴近身体，用两手稳稳地握住手柄。第三种是俯仰倒挂俯拍，它属于是美食与桌面开箱的一种完美的拍摄方式。如果你想拍摄桌面美食手工教程或开箱视频，你可以把云鹤4E倒挂安装在支架配件上，让俯仰轴朝下，镜头对准桌面，这样拍出的俯仰画面会非常的稳定，又会有视觉冲击力。云鹤4E的俯仰轴可以锁定，并且配有一个独立的按钮，一键解锁后，轴就可以自动转动到一个你想要的角度。说人话就是把稳定器挂在桌沿上，把镜头对准桌面拍摄，再也不用拿着手机面朝下拍。落地建议是倒挂前一定要锁定其他两个轴，保持稳定器的平衡。在大多数的商业拍摄中，品牌和客户都希望看到专业、流畅，并且视觉冲击力强的画面。那么你在拍摄一支产品广告，画面里要展示产品旋转、细节特写、人物开箱时的神情。这时，如果你手持拍摄，随手的一点小抖都可能让整个成品看起来像业余产品。客户会质疑制作水准，也可能直接把预算拨给更专业的团队。毕竟他们或许不清楚什么是手持的临场感。有了稳定器，例如这款云鹤4E，你就可以在拍摄中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任何旋转和位移动作都能保持平稳无抖动；第二，即使需要跟随被摄主体走动或拍摄行车场景，也能让画面丝滑自然，避免跳帧和画面拉扯；第三，横竖模式自由切换，让同一组商业片既可以横屏用于独立站和 TVC， 也可以竖屏用于抖音和快手的投放，不用额外的重复拍摄或者是剪辑，节约了大部分的时间和成本。对于个人创作者而言，个人创作的价值在于表达自己，而稳定器能让你不用过多的去担心画面的问题，只需要输出内容即可。在具体项目中，比如纪录片、直播，稳定器几乎是标配。虽然手持会有临场感，但没有稳定器的确很难给出稳定的大场景和特殊创意。从事后剪辑的角度看，拍摄时就已经省去了大量的抖动修正的工作量，后期的效率也会提高2倍甚至更多。这里还是要强加一句智云的独有腕托，我不清楚也没咨询过这东西是不是人体工学设计还是怎么样，但有了这个腕托在，手的力就会通过它进行分散。真心不累这事儿，我说各位或许感受不到，只有用过之后才知道什么叫真香。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依旧，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